子早死在外面了，你到底是谁？顾董，确认了，您原名陆满仓，8岁那年清河县闹饥荒，跟着父母逃难，在火车站被人潮冲散。报告上的旧户籍、走失时间和身体特征全都对得上。找了44年，他们还活着。3个月前，我们只查到您出生在清河村，今天寻亲机构才最终确认，这户人家就是您的父母。我把3万元的新项目落在羌河村，就是想借30万元补偿安置房和工作岗位，改善那里的生活。没想到，我的亲生父母也在其中。不用通知地方项目部，也别安排接待。我今天回去，只是想以儿子的身份见他们。放开我！你们这是强买强卖！我不签，我不卖，谁也没资格逼我！老陆，你别给脸不要脸！乡亲们，清河村48户，就剩陆家死活不签。今天要是拆不了陆家这栋房，咱们每家1万元的早签奖励全得泡汤！陆守义，你太自私了，想害死大家的吗？王桂兰，你那个儿子都丢了40多年了，骨头渣子都不知道烂在哪儿了，你还守着这破房子给谁看？胡说！我儿子会回来的，房子塌了还能修，门牌要是没了，我儿子回来上哪儿找家呀？谁也不许动我家房子！陆老头，你家丢了一个儿子，凭什么让全村人陪你们受穷？爸，哪儿冒出来的外乡人？清河村的事儿也轮得到你来管？我儿子早死在外面了，你到底是谁？爸，我回来了。大家伙想想，陆家等了40多年都没把儿子等回来，偏偏咱村刚发第一笔拆迁款，他就突然冒出来认亲了。陆老哥，你可别被骗了，这人指不定从哪儿听说你们家没人撑腰，专门来骗补偿款的。曹金发，还愣着干啥？把这骗子给我轰出去！你真是满仓，40多年了，我们家遇到过3个冒充仓的，有人骗走了全家的粮票，有人骗走了老伴攒下的寻子率费，你拿什么证明？爸妈，我不要拆迁款。东墙从左往右数第3块松动的砖头后面，藏着半张全家福，那是我8岁离家前偷偷塞进去的。照片缺掉的那一半，原本是舅舅抱着我。这道疤是小时候妹妹差点被热粥烫到，我替她挡下留下的。编，接着编，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在村里打听几天，谁不知道？那这个呢？哥，你真是我哥！满仓，我的满仓啊！妈，你真是我家满仓？那你告诉我，走散那天，我最后跟你说了什么？44年前，清河县闹饥荒，家里断了粮，咱们一家跟着逃难的人群去火车站时，爹把最后半块窝头塞给我，叮嘱我一定要牵紧妹妹。后来人潮把妹妹挤开，娘回头抢妹妹，我却被推到了另一边。爹最后冲我喊的是，不管走到哪儿，都别忘了江河村那棵歪脖子槐树。这些年，我一直在 S 市登记寻亲。3个月前，工作人员从旧户籍里查到羌河村，直到今天早上，
我才拿到你们还住在祖宅的确认消息，这才立刻赶回来。儿啊，这些年爹一直怪自己没有牵住你。我这根手指就是当年在火车站拔着车门找你，被猛然关上的铁门硬生生夹断的呀！行了，别在这认亲哭丧了。陆老头，赶紧把字签了，把手印摁了。不卖。以前不卖是怕我儿子回来找不到家，现在我儿子回来了，这儿就是我们一家团圆的地方，更不能卖。小子，这是5000块，劝劝你爸妈签字，这钱就是你的。看你这身打扮，在外面干1年苦活也未必攒得下吧？每户只有8万，既没有安置房，也没有工作岗位，这和我亲自批准的方案完全不同。开发商到底给了多少？就凭你连顾老板的鞋都不配擦，也敢打听这事儿？滚一边去！我去湾外透透气。周成，暂时不要暴露我的身份，立刻冻结羌河村项目的账户，另外把原始方案拨款记录和授权文件全部给我带到羌河村来。不识相的狗东西，这就是下场！哼！不识相的狗东西，这就是下场！哼！你们一天不签，这3个字就一天不许洗！这是我爹娘的房子，今天你砸了多少东西，回头就得1分不少的赔回来。大家瞧瞧，这才刚认亲，就替陆家摆起架子了。他分明是想借着亲儿子的身份，多要咱们村的拆迁款。在外面混了40多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你装什么大人物？我1分钱都不要，也不会让我爸妈签字。好，既然你们不管全村人的死活，以后也别想用村里一滴水。去，把通往陆家的水管断了，再用石头把他们家运粮的小路堵死。马有才，你太欺负人了！哎，春梅，别去，别让你哥刚回家就惹上这帮人。长川，别跟他们争了，这房子我们不搬。每年除夕，我和你爸都要在门口点1盏灯，就怕你回来找不到路。是啊，哪怕这屋顶漏雨，我们也不肯去你妹妹家，就守着这儿等你。我本以为30万新房子和工作能让他们体面养老，现在才明白，我差点亲手买走了爸妈等我回家的最后一个地址。这是村委会3天前上门登记时留下的下联，我当场说了不签，可马有福抢走上联，只把这张塞给我，说以后领钱要用。我连名字都没写，更没按过手印儿，我怕他们反咬一口，才把张纸锁了起来。爸，这张回珠先别让他们拿走，有人不只是想拆咱家的房，还冒你的名把钱领了。陆守一，登记册上写的清清楚楚，你已经领了8万元，今天再不交钥匙就是骗钱。陆老头拿了钱不腾房，现在又想赖账，大家伙瞧瞧，这就是钉子户。陆老头，你们拿了钱，害得我们领不到早钱奖励，快退钱！退钱！你胡说八道，我没拿过1分钱，我要去镇上找领导说理。去镇上？今天谁也别想出这个村儿。春梅，去把家里的户口本拿来。爸，你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名字。大家看清楚，这字迹是一个人写的吗？字迹可以狡辩，但登记册上写着，签约人是用右手食指按的指印。我爸的右手食指，44年前为了找我，被火车车门夹断了。这登记册上完整的指印，到底是谁按上去的？死无对证，我看你拿什么告状？撕得好，不过刚才核对时，我已经把这1页和末页的汇总表全拍下来了。一个穿旧夹克的穷鬼也敢跟我玩心眼儿？只可以撕，银行里的转账记录，你也能撕掉吗？香河村一共只有48户，汇总表上为什么写着65户？多出来的17户
到底是谁？把完整的补偿名册和开发商授权书拿出来。顾长春，你失踪了44年，刚回来就想查村里的账，你算老几？我是陆家的儿子，这座祖宅是我父母的，他们没签字，你们却冒名领款，我当然有权把账查明白。大家快来看啊！陆家不但拖延拆迁，还抢走登记册，乱拍村里的内部资料，这是想毁掉大家的合同。已经签字的人，把你们手里的合同拿出来看看，有谁见过盖着长川集团公章的正式收购合同？我这上面只有村委会章和项目部章啊，我的也是，根本没有集团的正式确认。这是开发商和房主之间的自愿买卖，不是政府征地，没有正式合同，也没有房主点头，谁都不能强拆。大家别听他胡说，顾老板要求全村100%签约，陆家一户不搬，工厂就不落地，其余47户谁也别想拿到钱和岗位。你不是回来尽孝，你是回来害爹娘的！你们这群强盗，我跟你们拼了！别跟他们打。哥，他们都欺负到家里来了。谁砸了什么，全都记下来，这笔账咱们一件一件算。这张纸只贴了1天，马主任就让人全撕了。顾大哥，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项目组最初进村时，确实说过有安置房和进场名额，可第2天，马有才就变了脸，说总部把补偿压到了8万，他还威胁我们，谁再多问一句，谁就是挡着全村发财。大家心里犯嘀咕，可谁敢得罪村主任啊？顾总，原始材料和银行回据我已经取齐了，最迟明天赶回强河村。你先通知银行，继续冻结项目账户。另外，立刻查清彭海生有没有得到更改补偿标准的授权。明白。那您那边？我留在陆家，寸步不离守住祖宅。集团财务突然冻结了项目款，肯定是陆家把假签字的事捅了出去，惊动了总部。马主任，不能等了，明天提前召开全村签约大会，当众逼陆守义按下手印。对，只要他按了，我们连夜拆掉祖宅，到时候伪造全村签约的材料，去逼集团解冻，赶在审查结论出来前把尾款申请下来。陆守义，你们家当钉子户害惨了全村，识相的赶紧签字。桂兰，桂兰，你坚持住，不争了。明天我去会场，只要他们不折腾我老伴儿和孩子，我去把话说清楚。爸，不能去，只要你去了，他们就会用这张纸彻底毁了陆家。走！这是自愿买卖，我不卖自己的房，也不欠你们任何人。不欠，大家伙瞧瞧，这是陆家签的8万元领款登记，钱你们早拿了，现在反悔不搬，那就是诈骗。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你胡说，我们根本没拿过钱，这是伪造的。你一个穿旧夹克的穷鬼也敢毁顾老板的买卖？自愿收购，什么时候轮到你们绑着人签字了？彭经理，您可算来了。就是这陆家死活不签，还有他们家刚回来的穷儿子，不知道使了什么下三滥手段，害得咱们的项目款都被冻结了。3天之内必须清场，这是顾董亲自下的命令。你说的顾董事长，亲口让你强拆我家的房。陆老头，赶紧搬走，别害大家拿不到钱。就是，赶紧签字，别给脸不要脸。既然是董事长的命令，把董事长签过字的强拆文件拿出来。查
长川集团项目部的内部通知，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上面既没有集团公章，也没有董事长顾长川的签名。彭海生，你假借董事长名义逼签，好大的胆子！郝金花，把这个装懂行的穷鬼给我赶下台！老东西，今天不签也得签！放开我老伴儿！你们这群强盗！滚开！周成，车队直接开进晒谷场，装的还挺像。周总正在县里办事，会听你这个穷鬼调遣？先把陆家院墙推倒，逼这2个老家子低头，拿到全签材料，我拿去找周总解冻账户。开挖掘机，给我推！周总，你怎么亲自来了？这钉子户马上就……原始补偿方案和拨款账目都带来了，香河村的项目账户也已经按您的命令全部冻结。周总，你开什么玩笑？他就是个穿旧衣服的穷鬼，怎么可能是长川集团董事长？你绝对认错！顾老板，我错了，顾老板，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帮集团赶工期呀。帮集团？我什么时候让你绑架老人、断水断电、往人门上泼红漆了？又是谁给你的胆子，把30万的补偿款改成了8万？什么30万？马有才不是说只有8万吗？长川集团原始方案，羌河村拆迁，每户补偿现金30万元，另配1套县城安置房，并安排1名家庭成员进集团加工厂工作。所有收购必须基于自愿原则，任何一户拒绝，项目道路另行调整，绝不强拆。马有才，你不是说陆家不签字，大家都拿不到钱吗？你这个骗子！爸妈，儿子找了你们好多年，3个月前查到江河村这条线索后，我才决定把集团的新项目落在这里，想用正常补偿和就业机会改善这里的生活。直到今天早上，我才确认你们还住在这间祖宅。我怕直接送钱伤了爸的自尊，才想借着拆迁补偿和岗位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万万没想到，我拿来孝敬你们的钱，竟然成了人逼你们拆掉祖宅的刀。这间房你们守了40多年，就为了等我回来呀！我宣布，所有未经集团确认的协议一律作废，项目账户继续冻结，拆迁队立刻滚出羌河村。在账目查清、责任人依法处理之前，江河村48户的房子，长川集团1间都不收。顾老板，我们签，我们现在就签，求求你别停工啊！现在不是我家不卖，是你们谁都别想卖了。顾总，顾大老板，我们刚才是被马有肥那狗东西骗了啊！长川，你也是从江河村走出去的，别跟全村人计较，求求你别停收购啊！你们不知道补偿标准可以查，难道还不知道强按手印犯法吗？我娘被推倒的时候，你们全在旁边看着，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家别被他骗了，他是长川集团的董事长，根本不缺这点钱。桂兰嫂子，以前都是误会，您劝劝长川，让他恢复收购吧。陆叔，您说句话呀，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伙发财的路断了吧？昨天你们还堵在门口，说我儿子死在外面了。今天知道他有钱，又来攀亲戚，这个亲我们陆家高攀不起。你们家拍拍屁股去城里享福，就不管大家的死活了？就是，明明有个富豪儿子，动动手指的事儿，凭啥停掉项目，不让我们拿剩下的补偿？剩下的补偿有我们长川集团的公章吗？有正式付款日期吗？
这根本不是生效的卖房合同，只是一份被马有才编造成合同的意向书。那我交上去的房钥匙还有房镇复印件呢？马有凡，你不是说项目部收走了吗？是啊，都由项目部统一保管着呢。放屁！我们项目部连一页纸、一把钥匙都没收到过，公司一间房都没接收，你们却把47户的钥匙全收走了。马有才，你们到底准备拿着这些钥匙干什么？马有才，今天你必须把钥匙还给我们，这房我们不拆了。大家别急啊，钥匙我早就统一交给曹队长了，说是等房子拆完统一销毁。我这手里真没有啊！马有才，你少血口喷人，钥匙全装在信恶部的保险柜里呢，密码在总包那儿，我上哪儿给你拿钥匙去？那我们的钥匙到底在谁手里？这不成了无头账了？大家伙瞧瞧，钥匙找不到那是小事儿，只要顾总高抬贵手恢复项目，大家到手的8万块不用退，还能尽快搬进新楼房。桂兰啊，咱们低头种了一辈子地，好不容易盼来住楼房的机会，你家是受了委屈，可也不能断了全村人的活路啊。长川，要不咱就留着自家的房，别耽误大家伙了。娘，不能退，现在要是恢复项目，那22万的差价，弄丢的钥匙，还有爹被伪造的假手印，就全被他们糊弄过去了。今天他们敢冒爹的名领钱，明天就敢让村里别的老人替他们背黑账。顾总，集团账目核对清楚了。看清楚，半个月前，长川团就已经向清河项目专户多出了第一笔1200万元，专门用于支付首批补偿款。根本不是马有才说的总部1分钱没到。这到账日期，不就是马有才催我们交钥匙的第2天吗？是。马有才，1200万早就到了，47户村民，1户8万，一共也才登记了376万，剩下的824万到底去哪儿了？剩下的钱，项目部都拿去修路平整土地了，还付了拆迁队的工钱，账目清清楚楚。就是挖掘机开1天就要几千块，你们不懂工程，不能看见账上有钱就说我们贪了。周成，当场核对。顾总，账上写着修路的那几天，挖掘机根本还没进村，而且这租赁单上的机器编号和晒谷场那台完全对不上，还有这张加油票，开票地点居然在邻省。这些账都是村里报上来的，跟我们项目部可没关系啊。马有才，集团按每户30万拨款，凭什么我们只拿到8万？那是因为陆家拒签，害得银行冻结了账户。只要顾长川签字解冻，钱自然会到账。账户是昨天才冻结的，可钱半个月前就被转走了。马有才，你还想赖到我爹头上？但这张回单的日期明明是3个月前的。把现有凭证全部封存。顾总，您看这个，这是第一批签领单，上面居然有陆老伯的名字。单子写的陆老伯不仅领了8万元，还在10天前办完了房屋交接。胡说八道！10天前我一直在给你娘抓药，连村委会的大门都没进过，这字根本不是我签的。这个身份证号根本不是我爹的，那是会计抄错了身份证号。村里同名同姓的那么多，记错一个老人有什么稀奇？是吗？可整个羌河村就只有我爸一个陆守义。昨天登记册上的完整右手食指印已经证明有人冒名，这张签领单又附着错误身份证号。今天不用再让老人反复自证，直接查钱进了谁的账户。马有才，你个丧良心的！查，必须查！马村长，我核对过了，项目部随付款申请上交集团的开户底单上，收取那8万元的人根本不姓陆，而是姓陈，你老婆的亲弟弟。
那是我小舅子看陆老哥行动不便，好心替他带领的。胡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更没写过任何委托书。这上面怎么也有我儿子的名字？他常年在外打工啊！我儿子都没有回来，怎么可能在10天前亲自到村委会签字？这也写着本人领取。这都是会计办的，我平时只管大方向，从不过问具体怎么发钱。马有才，你少往我头上扣屎盆子！这是你亲笔写给我的带领名单，大家自己看。令表在哪儿？这张表每次都是项目部的彭经理亲自带走。我可没拿过什么别的表，30万那是集团最初的设想，后来成本上涨，最终补偿早就改成8万了。周成，贴上去。是。这是集团董事会批准的正式方案，带编号的公章文件，向县里备案回支。第一，每户基础补偿30万元；第二，免费安置房1套；第三，每户安排1人进厂工作；第四，不愿出售的房屋留在原址，项目自行绕行。大家看清楚落款日期，比你们签意向书还早了1个月。集团从来没有出现过降到8万元版本，少给22万。我的安置房和工作哪里去了？马有才，你个黑心货，把我们的血汗钱吐出来！别打，别打！我有证据。这是上面的调整方案，大家看清楚，上面写着道路成本增加，补偿降为8万。落款可是顾长川的亲笔签名，补偿改成8万是你个董事长亲自同意的。你现在认了亲爹亲娘，就想翻脸不认账，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这到底谁说的是真话？难道顾董事长真的想推卸责任？周成，拿公章登记背。这份文件上的公章编号，对应的是3年前已经作废的旧章，可这纸上的印文边缘根本对不上总部封存的旧章，这是有人照着旧文件私刻的一枚假章。彭海生，谁给你的胆子，敢拿假章造文件？顾总，这调整方案是马主任交上来的，我只负责往上递，从没参与改价啊。彭海生，你少血口喷人！没有你这个项目经理点头，我一个村主任敢动集团上千万的补偿款？互相咬得挺起劲。周成，把报告拿出来。是。彭经理，这是你申请首笔拨款的报告。报告声称河村已有47户达成意向，因此申请1200万元首期补偿款。可总部批准的是预拨核验，钱到项目专户后，仍必须按真实房主和正式合同逐户支付。你向集团按每户30万元申报，对村民却只拿出8万元的协议。剩下22万元究竟尚未拨付，还是被你们挪作他用，都必须逐笔说清。把名册拿出来，让在场的48户村民现场逐一认领。这2个不是我们陆家人。顾总，48户实际塞料的才对应列请核对完毕。可名册上还多出17页，现场根本没人认识。你来说，这17页是怎么回事？顾总，是马主任让我提前准备了17份空白材料，身份证复印件和房屋面积，全是空白的。直到我发现，连陆老头也被人冒名，那可是个80岁的老人啊！他们连陆大爷都不放过。顾总，算清楚了，江河村实际只有48户，项目部上报的却是65户。
李家马。刚才核对时，村里人说这位李老先生已经去世8年了吧？死人也能爬起来领钱，你们的胃口就不怕撑死吗？大家对照族谱和户籍底册，核对这17页无人认领的拆迁补偿材料。胡闹！这些都是常年在外打工的老住户，涉及个人隐私，不能随便给村民看。不对呀，这排在最前面的李大爷都死8年了。农村改户口本来就慢，人死了没来得及删，有什么稀奇的？户籍可以没删，但死人能回来签字吗？半个月前的新签字、新指印，李大爷不仅显灵回来签了字，还亲自领走了30万。陆满仓，陆满仓52岁，在江河村拥有一处独立祖宅，已同意以30万元出。放屁！陆满仓都失踪多少年了，哪来的独立祖宅？没有才，你利用失踪人口的旧户籍，凭空造了一套房。畜生！你嘴上说我儿子死了，背地里却敢冒他的名骗钱。上面显示，10天前陆满仓亲自领取了30万，可10天前我人还在上海，只拿到清河村这条模糊线索，连父母具体住在哪一户都不知道，更不可能亲自来这里签字领钱。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你说他是假的，你先证明你自己就是陆满仓，再来查这笔钱。这一户是假的，剩下16户，你们也别想糊弄过去。陆满仓都失踪多少年了，谁也不能证明他顾长川就是户籍上的那个人。哼，马有才，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些够不够证明？你不信，我们现在就去验，该怎么验，我们陆家全家都配合。更直接的证据是，这个冒牌货连仓字都写错了。我8岁离家前已经读过2年小学，冬装穿后那半张全家福背面就留着我亲手写的陆满仓。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签字是假的。顾总，我核对过了项目部随付款申请上交集团的开户底单，所谓的陆满从账户其实是由马有才的外甥代办，联系地址填的也是马有才家。30万元到账当天就被转进了强河村项目代管账户，陆满仓本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我那是好心，我只是替常年在外的人代办存折。我哥哥活得好好的，什么时候托你办过存折？你嘴上说满仓早死了，转过头就敢冒他的名领钱，你这是盼着我儿子死？继续看，把其余16页材料也拿出来，让我们看清楚。这附件已经送回项目部保管了，周成，立刻去封存项目部。滚开！不想要命了是不是？大家快来啊！曹金花要把项目部的档案箱偷走了。陆家的房子我们已经逼错了1次，这2箱账今天谁也别想偷走。上面写着集团曾以17户补偿的名义划出510万元，这笔钱根本没进这17户的账户，而是先汇入长河村项目代管账，再由彭海生签字转出去的。曹金华，钱到底被谁拿走了？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个搬箱子的，钱去哪儿了？我怎么会知道？都住手！这箱子是关键证据，谁也不许碰。周成，把箱子封好，明天一早公开比对照片、户籍和付款底单，让所有人看清楚这17户到底存不存在。等等，要查就按目录查，不能谁抢到箱子谁说了算。目录里登记过一本村民材料代办登记簿，箱子里没有。最后一次借阅记录只写着转村委会使用，没有具体接收人。我确实替乡亲们办过户籍材料，但每次费用都登记都留票。我去年就把登记簿交回村委会了。既然每都有记录，那就更该找出来。明天公开核账，看看这本登记簿到底能证明谁清白。闹了半天，陆家根本没挡着咱们发财，咱们都被人当枪使了去逼陆家，真正偷钱的人在背后偷着乐呢。大家看清楚了，经过连夜核对户口资料、残缺指纹和付款底单，可以确认陆守义的8万元签领单是伪造的。
还有所谓陆满仓卖房、签名并领取30万的记录，同样是凭空捏造。剩下16个户口同样疑点重重，我们必须根据房屋照片、户籍底册和资金去向逐一核实，绝不姑息。守义，是我们糊涂，错怪你们一家了，对不住啊。顾总，既然误会都解开了，那收购的事儿是不是能重启了？大家伙都等着签字呢。是啊，顾总，可以签了吧？我们都等着呢。一句对不起，顶不了一笔糊涂账。房子是谁的，就得由谁点头，谁草门大也不管用。17个户头和所有差价没查清以前，集团不会确认旧意向书，项目绝不重启。顾总，别急着装青天大老爷，这项目里被截留的差价可不是光我们拿了。没错，家表面上装受害者，背地里一样拿了好处。昨天缺的材料代办登记簿，村会计刚从旧档案柜里找出来了。陆春梅替多少户办过材料，收过多少钱，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陆家也拿了钱，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些名字和跑腿的事是真的，可每一笔都是车费、复印费和工农费，不是什么通融费。不能证没收过通融费。既然彭海生想把这些跑腿费用和补偿缺口混在一起，那就先把全村实际到账的金额核清楚。这里既有资金缺口，又疑似伪造收款材料，后续证据必须按程序核验，不能由任何一方私下定论。大家把协议和到账记录都拿出来。集团财务已经调出拨款明细，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一户一户核对。已经签字的47户，协议上写的，账户里收到的，是不是都只有8万元？对，马主任说大家都一样，就8万块。对，就是8万。这是长川集团财务系统导出特拨款底单，仙河村48户真实住户，总部批准补偿标准是每户30万元，一户少22万元，47户，光这一项就有1034万元没有到村民手里。马有才，这笔钱去哪儿了？哼，看清楚了，协议最后一页写的明明白，8万元一次性买断，钱一领，你们不但没有安置房，其他补偿也全没了。总部从来没有同意降低标准，每户少掉的22万元也不是以后再给，而是被人从你们的协议里直接抹掉了。没有安置房，连住处和工作都没了。马有才，你这个王八蛋，你骗我们，把我们血汗钱！大家安静，这不关我的事儿。所有入户材料和登记表都是陆春梅帮着登记的，真要是有人动过协议，他的嫌疑才最大。马有才，你血口喷人！我只是按规矩登记，根本没碰过协议。既然如此，那就把登记簿拿出来，一笔一笔核对清楚，真相自然大白。是不是血口喷人？把登记簿打开核对就知道了。第一页就是刘婶的名字，后面清清楚楚写着200元。大家伙瞧瞧，姓名、金额都写着。陆春梅嘴上说是帮家整理材料，背地里却一户一户收钱。马有才，你血口喷人，这根本不是什么通融费，这是我替村里那些腿脚不便、不会写字的老人去县里复印身份证、补办户口材料的跑腿钱。每一笔后面都有票据编号，多退少补，从来不是按房屋面积收钱。我确实给过春梅200块钱。好啊，还真收钱了，亏我们那么信任你。陆家嘴上说不卖祖宅，刘婶儿，你摸着良心说话，那200块钱是你儿子户口漏登，我坐了3趟拨车去县城帮你补办，你塞给我的车费啊。这些年我留在村里顾照顾爸妈，谁家老人不会写字不懂政策，我没有帮过忙。现在账目出了问题，马有才就想拿这些跑腿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大家别信他们，我家春梅不是这种人，她真的没拿脏钱呢。走开，别在这演戏。谁要指认陆春梅，就把时间、地点、钱的用途说清楚，不能只凭一本被人拿走过的经济币
就给他定罪。跑腿费可以狡辩，那这笔3万元，你总该说得清楚吧？拆迁测量期间，项目部为什么会给你转整整3万元？不，这不可能，这不是我的账户。真是他拿的钱，平时看着挺老实的。陆翠梅，收款人写着你的名字，你还想抵赖？大家瞧瞧，这就是咱们平时信任的人，必须把他送去派出所说清楚。对，送他必须查清楚。春梅，把你存折拿出来。大家看清楚，我妹妹的存折尾号是6147，而这张凭证上的尾号却是6174，还真不一样。6147和6174差着呢。也许是财务登记时写错了一位数字，可收款人的名字总不会错吧？是吗？查到了，同一笔交易流水在集团系统里的原始记录，收款方是清河村项目联络组，账户尾号6174，根本不是陆催梅。你胡说！我这回单上明明写着同一个流水号，不可能对应2个收换人。这张纸质回单被人改过，这张确认章没有集团付款编号，也没有财务工作人签字，不能证明陆春梅收过款。身份证号和指印是怎么出现在上面的？需要交给调查人员核查。转账凭证竟然是假的，谁把名字改成陆春梅的？我妹妹真拿过昧心钱，我第一个不饶她。可谁拿假账往她身上泼脏水，我也一定查到底。就算转账凭证有问题，那登记表和刘嫂的话总不能也是假的吧？刘婶儿，那200块钱你到底是给陆春梅办什么事的？妈，你快回祖宅，把我柜子里的蓝布文件带来，里面有我留下的票据。好，我马上去。我就是想让他在量地的时候帮我家多算1间屋子。刘婶儿，你家一共就3间正房，哪来的多余屋子？那200块钱是你求我去县里补办你丈夫的户籍注销材料时塞给我的车费和公证费。原来是办材料的钱，那他为什么说是多算屋子啊？大家别听他们各执一词，只要刘婶给过钱，陆春梅就得把用途说清楚。是吗？那我倒要问问刘婶儿。刘婶儿，这钱你是什么时候给的？在哪里给的？陆春梅当时有没有亲口承诺要给你家多辆房子？在村委会给的。不对，是在陆家院子里给的。对，就是陆家院子。那时间呢？是在拆迁测量以后给的。具体是几月份？这我哪记得清？大概是，哎呀，记不清了。登记簿上写着，刘婶这笔钱是去年3月交的，村里的第1轮拆迁测量却是去年9月才开始，拆迁都还没开始，春梅怎么可能提前半年收钱替她多量房子？顾长川，你少在这装神弄鬼，你就是仗着自己有钱，一味护着陆春梅。刘婶儿，我们走，犯不着跟他们废话。票据拿来了。去年3月12日，往返县城车费32元，复印和照相44元，户籍材料补高保费120元，合计196元，剩下4元，我第2天就退给了刘婶儿。日期、用途和票据编号都在这里。春梅啊，我对不起你，是马有才逼我的。合账前，他拿我家还没发下来的8万元首笔款威胁我，要我咬死这200元是通融费。他说我不照做，就把我家从签约名单上划掉。马有才，你个丧尽天良的畜生！马有才，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这是证据，为什么又急着你拿走？我这是怕弄脏了，收起来保管。
这不是账本，这上面的字被人裁掉了。裁掉了又怎么样？标识没了，也改不了你收过钱的事实。是吗？把春梅保留的票据存交拿来。18元是复印费，32元是去城里的来回车费。这不是按房屋面积收取的通融费，而是有据可查的代办费用。村里的老人不识字，我只是替大家跑腿，剩下的钱我一分不少，全都退了回去。我没想到，真心帮过的人，今天会被逼着拿这些事儿来污蔑我。我可怜的闺女啊！春梅这些年替我照顾父母，也替乡亲跑过不少腿，谁都不能拿一本做过手脚的登记簿抹掉他做过的好事。马有才，到底是谁裁掉了标题？又是谁伪造了那3万元的凭证？不关我的事儿啊！这些材料都是项目部交给我的。就算陆春梅没有收钱，那又怎么样？这就能证明那1000多万元进了我的口袋。17个带核户头的领款材料都在这里，你们说他们是假户，总得拿出逐户核实的结果，不能只凭几张有疑点的材料就说510万元被我拿了。顾总，这17户是村里补报的历史住户，有人早年外出谋生，户口虽然迁走，祖上却可能留有房屋。项目部按村委会材料补录，程序上没有问题。对，彭工说的没错，那17户的老房子早塌了，现在看不见房子，不等于人家没资格拿补偿款啊。是吗，马主任？那你指给我看，这17户的宅基地具体在什么位置？就在村西那片荒地，都在那一片。马有才，你放屁！村西那块地几十年来一直是咱们村的晒谷场，哪来的17户大家？马有才，你看看这些照片。这17户的测量照片里，有6张拍的是同一面墙，只是换了角度，还截取了村里村民房屋的一角。这照片里不是俺家的猪圈吗？怎么下面写着个外地名字？还有俺家的偏房，咋算进了2个外人名下？马有才，你还要不要脸？这不关我的事儿啊，都是测量人员偷懒，是他们弄错了。测量人员偷懒，能把联系电话都填成一样的？这17户名不同，可留下的联系电话就只有2个，其中一个号码正是你马主任办公室的座机。顾总，那些在外的村民常年不在家，联系不方便，这才统一留了村委会的电话，让我代为转告，这合情合理吧？代为转告。马主任，既然只是代为联系，那这17个人总该回来领过情吧？顾长川，别在这血口喷人，看清楚了，17份领款单，白纸黑字，每一份上面都有签名和红手印儿，白纸黑字都在这儿。你顾长川再有钱，也不能空口白牙就把17个大活人说没了。这不对，李大山，村里的老人都知道，他早在饥荒那年就没了。这份材料上怎么还有他半个月前的签名？还有这个马秀琴，她是马有才你远嫁外县的表妹，从来没有在江河村住过1天，她凭什么领钱？这个人，这不是马有才的小舅子吗？他根本不是俺们村的。还有这个名字，族谱和村里的旧户籍底项上都找不到。李大山饥荒那年就没了。马有才，你让一个死了几十年的人回来领拆迁款，马有才，你良心喂狗了，还能拿死人骗钱？骗的骗，退钱！大家安静一下，
看清楚，这17张领款单的日期，17个人竟然都在同一天，每隔5分钟依次领钱。更巧的是，领款地点全写着向样部办公室，见证人也全是同一人。这最多只能说明我们当时手续办得不严，不能证明钱没发到住户手里。手续不严，那你们再看看每张领款单上的现场见人是谁，每一个名字旁边都签着同一个见证人马有才。马有才，既然你亲眼见证17户领钱，那就把这17个人叫到现场，当面对证。顾总，那些人领完钱就回外地了，一时半会儿真联系不上。联系不上，把付款记录拿来。这17户对应的510万元，最都流入了强河村项目代管账户。其中陆满仓那30万元先经过代办账户，当天又转回项目账户。其余16户则凭项目部提交的现金代领委托，直接进入代管账户。随后，彭海生签批统一取现。项目部提交的核销附件里，只有17张现金领款单，没有身份证复印件，也没有领款现场照片。17张现金领款单，连一张身份证复印件都没有，更没有领款人的正面照片，只有马有福的见证签字。顾总，村里的老人不会用银行卡，我们项目部也是为了方便群众，才统一取成现金发放。手续虽然办得不严，可钱确实发了。不会用银行卡的老人，彭经理，你刚才不是还说这17户都在外地生活吗？怎么一转眼全成了村里的老人？活人住了一辈子的房子，你们只给8万；死人连房子都没有，你们倒给30万，这哪是拆迁？你们这是明抢！对，把钱吐出来，还我们的钱！510万到底去哪儿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别想走！别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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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我的事儿啊！我爸连手笔8万元都没收到，怎么会又有一份全额领取确认书？这不是登记册里的8万元首笔签领记录，而是项目部用于向集团直销整笔30万元的全额领取确认书。大家伙瞧瞧，白纸黑字，陆家早就拿了30万元补偿款，现在赖着不搬，就是贪心不足，还想再讹一笔。真的假的？陆老汉真拿了钱？前面那张8万元签领记录和这张30万元全额确认书用的是同一枚完整右手食指印。我爸右手食指的残缺已经拍照固定，这2份材料一并送检，由结果说话。这可能是表格填错了，也许办事的人把左右手搞反了。还不只是手印，马有才，你看看这确认书上的日期。这天是我爸在县医院做腿部手术的日子，我们一家3口整天都在医院，根本没回过村。谁给你们签的字？顾总，大项目运转起来难免有疏漏，临时办事的人手杂，办错1、2份手续也是正常的嘛。错一份，或许还能叫失误。17个凭空多出来的假户头，陆家2套冒名材料，再加上47户只收到8万元的事实，已经形成一整套假账。光首批1200万元里，就有824万元没有正常到户。彭经理，这不叫失误，这叫造假。付款申请是用你的项目账号提交，纸质附件的公验人也是你。彭经理，你还要把责任推给临时工吗？彭海生，看清楚，这是你签收总部正式方案的系统回兜。之前口口声声说总部方案没有正式下达，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好你个彭海生，骗得俺们这么久啊！大家看清楚这些日期，彭海生收到正式方案3天后，
马有才就召集村民，宣布每户只能拿8万元，一个把30万的真标准压在手里，一个拿8万的假协议逼村民签字。你们两个分明早就串通好了。难怪啊，当时马有才死活不让我们把协议带回家看，必须在村委会当场按手印。对，我当时多问了一句，他就威胁说要取消我的早钱奖励，原来是在做贼心虚。大家别听他瞎说，我冤枉啊！彭海生从来没给我看过什么30万文件，我只是照着项目部的口头通知办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顾长川，你少在这血口喷人，签收底单只能证明我拿到过文件，不能证明我和马有才商量过。你有证据吗？第一次入户测量时，项目部应当给每户留下一条预确认单，谁家还保存着，请拿出来比对。我家有。第一次入户测量时，彭海生写过一张黄色单据，我和老头子不同一班，没按手印儿，那一联我一直留着。而且那张单据上不仅有彭海生的签名，还有你马有才亲手写的住户拒圈4个字。这今年你们一直在外找我吗？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满仓，妈和你爸的委屈以后再说，你先看这个单据。咱陆家的公道，全村人的血汗钱，绝不能白白丢了。这张住户留存联证明，第一次入户测量时，你们就按真实标准给陆家做过预确认。陆家在意见栏明确写着不同意搬迁，也没有领过钱。放屁！这单据是假的，给我交出来！谁在抢证据？我立刻报警！通知联合审核组，住户原件今晚就先登记移交，明早再到祖宅核验现场。是，顾总。唯一的住户原件不能继续放在已经暴露的位置。扫描片同时存入集团、村民代表和审核组3个档案端。原件交给公家查，妈放心。可这里面的寻人救物和住户留存件也是咱家的，谁也别想抢。原件已经送走，明早审核组再看见陆家没签字没腾空，咱们那张假验收表就彻底穿帮，谁也跑不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赶在审核组来之前，把陆家老宅推平。黄色原件已经送到审核组了，现在推房子也毁不掉那张证据。毁不掉原件，至少能把假表上的拆除完成变成眼前的事实。审核组明早看到废墟，我们就咬死是项目冻结前启动的危房排险，把争议拖住。陆家木箱里还有带编号的住户复制品、旧房契和测量材料，一并拿走。现场就少层相互印证，只要多拖1天，我们就有机会把协调账户里的钱继续分流出去。可这是强拆，现场还有那么多村民。半夜封路、断电，就说是紧急排险。等人反应过来，房子早没了。曹金发，把你的拆迁队和挖掘机都给我准备好，夜深以后直接动手，把陆家祖宅给我平了。彭总，这不妥吧？顾长川已经放话了，这要是追究起来，我可扛不住啊！扛不住？只要今晚把房子推倒，木箱里的住户材料拿走，明天就有理由拖住现场复查。我额外再给你20万元。20万？彭总此话当真？别废话，干不干？彭总，干了，半夜我就动手。妈，您多吃点这个。哎，好孩子，你也吃。吃，都吃。今天是个好日子。
陆老哥、嫂子，这是彭经理从私人保险柜里拿出的50万元。黄色原件既然已经送走，我们也不为难你们，只要在新协议上按个手印儿。说你们后来同意按8万元搬迁，钱当场留下。呵呵，陆老哥，听我一句劝，顾长川就算再有钱，40多年没尽过1天孝，能顶什么用？2位老人把这50万留下养老，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我守这间房不是为了多要你几个臭钱，是怕我儿子回来找不到家。现在我儿子回来了，这个家我更不能卖。我把3亿元项目放在清河村，是想让爹娘和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可这50万元是让受害人替你们说谎的封口钱。别说我爹不要，我看着都嫌脏。黄单原件已经交给审核组，我更不会替你们写假说明。我要是拿钱改口，就对不起那些只拿了8万块，差点丢了房子的乡亲。陆老头，别给脸不要脸！你们这祖宅年久失修，一旦被认定成危房，用不着户主点头，村里也能直接拆。危房认定在哪里？谁来勘察的？谁签的字？谁下的拆除通知？拿出来！这是村里的规划，用得着跟你汇报？走！我替儿子守了40多年的家门，你拿再多钱也买不走，带着你的脏钱出去！老不死的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拿着这个，马上回村委会盖章，今晚就给我贴到陆家大门上。马有才刚走，你们怎么又来了？通知看见了吧？我们先做排险复查，那墙角有裂缝，去量量。大妹子，你妈身体不好，赶紧扶她进屋歇着，别在院里吹风。快，动手！住手！你们检查房子，翻我家箱子干什么？陆老爷子，您误会了，这桌子挡住了，我们不挪开怎么检查？挪桌子需要撬箱子锁。你少管闲事儿，我们是按村里的通知排险，执行公务。拿出你们的勘察曾东书，还有人员职业证件。出门急，没带。没带就是违规闯入民宅，再不滚，我立刻报警。走，陆老爷子，这墙今晚准得塌，你们自求多福吧。春梅，快检查一下木箱。锁被撬了，他们根本不是来查房的，是冲着住户复制品和咱家的旧材料来的。原件已经安全移交，他们还敢来撬箱，说明急着掩盖的不只是一张纸。他们想在审核前毁掉住户资料，再把房子强行变成验收表上的样子。把这次上传记录完整保留，立刻发给联合审核组，请他们明早7点直接到祖宅，以防生变。只剩今晚了。祖宅不倒，明早一现场核查，验收表有深表假账，全得露馅儿。蠢货！我让你借检查危房找机会，你为什么当着陆家人的面撬箱子？我见院里只剩2个女人，以为能直接把单据拿走，谁知道陆守义就在里屋。彭经理，这要是被查出来，我们全完了。要不我们先离开清河村。项目账户早已被冻结，集团又掌握了我们的身份和经办记录，现在跑不但拿不到1分钱，还等于主动认罪。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把陆家祖宅推倒，制造一次危房自行倒塌。只要房子没了，再把木箱里的住户复制品和旧房材料烧掉，
审核人员赶到时只看见废墟，我们就能围绕拆除时间和排险手续继续扯皮。好，我这就去办。大家安静！接上级紧急通知，陆家祖宅年久失修，随时可能大面积倒塌。为了安全，附近住户今晚先撤离，不准靠近。谁要是不听劝，出了事自己负责。马主任，这通知来的也太突然了吧？白天还好好的，怎么晚上就要倒了？突然，要不是陆家死守着不拆，会取消收购项目吗？全村的财路都被陆家给断了。我告诉你们，今晚大家要是配合排险，彭经理答应了，会亲自替我们村把项目要回来。哥，你快看看这个，村委会刚贴在门上的，让我们立刻搬走。上面只有村委会的章，没有任何第三方勘察单位的签字和意见。什么？他们怎么敢？顾长川，看清楚了，这是村委会盖章的紧急排险通知，限陆家所有人10分钟内搬出去。紧急排险，勘察报告在哪里？合法的拆除审批手续在哪里？曹金收，今晚你敢碰陆家一块砖，就是违法强拆，故意毁坏他人财产。老子只听项目部和村里的命令，少跟我扯法律。这房子随时会塌，真要砸死了人，这个责任你顾长仁担得起吗？真是为了救人，为什么要先剪断陆家的电线？为什么要用挖掘机堵死进村的路？你们分明是做贼心虚，怕别人看见你们半夜拆房。放屁！这间房扛过饥荒，也扛过大风大雨，几十年都没塌，偏偏我儿子一回来，拆迁账一查，他就成了违房。这话连傻子都不信。看什么看？都回家去！这是村里组织的紧急排险，谁要是靠近，出了事自己负责。不对呀，要是排险，怎么就围了陆家祖宅？紧挨着的那2间老房，怎么连个标记都没有？只围陆家，不管旁边的老房子，这分明就是冲着陆家的证据来的。审核人员和相关部门到哪儿了？顾总，进村的路被大货车堵死了，我们已经报警，并带着有关部门人员步行往祖宅赶。不能再拖了，等审计来了就全完了。别听他们废话，挖掘机直接越过院墙，从后院给我下铲，出了事儿我顶着。爹，快走啊！墙要塌了！长川，箱子，那箱子里装的是我们一家40多年的念想啊！房子没了能再修，箱子绝不能丢。哥，你快带爹妈走，别管了。当年我没能护住这个家，今晚我绝不会再丢下你们任何一个。陆守义，你们死活不肯撤，真要出了人命，也怨不得我们拆迁队。司机，给我继续动手！大家瞧瞧，顾长川这是拿自己的命逼全村放弃项目啊！大家伙的补偿款要是没了，全怪他。守义啊，不就一个破箱子吗？交出来吧！是啊，快让开祖宅，别挡着大家发财啊！我守了40多年，才把儿子等回来。谁想拆这个家，就先把我埋在里面。废物，滚开！
长川，先把人看带出去。黄丹原件已经交给审核组，木箱里是咱家40多年的念想，能救就救，可谁也不能为了富相丢命。顾长川，今晚这房子一倒，你明天就算告到天上，也不过是赔你几块砖钱。曹金凡，我陆家从来没有同意过拆迁，这间还立着的祖宅，就是彭海生和马有才伪造拆迁完成记录的铁证。乡亲们，今天他们敢拿危房当借口拆我家，明天就敢把你们任何一家写成已经拆完。天哪，原来今晚所谓的排险，根本是为了毁掉咱们全村的补偿证据。我替马有才说过一次假话，我不能再看着陆家的房子被毁了，我的良心疼啊！不能拆，还我们血汗钱！马有才，你还我箱子！老不死的东西，滚开！彭海生，把我家的留存件还回来！让开！都给老子滚开！彭海生，原件明明已经移交，你还要强拆抢箱子毁住住户留存件，你们真正怕的是祖宅和每一份材料都能拆穿那张假验收表。一张破纸能证明什么？什么也证明不了。真是什么都证明不了。你为什么半夜带人拆房？有亲自来抢。滚开！畜生，我跟你拼了！烧，全给老子烧光！我的寻人启事，我儿子的旧棉袄。封住院门，谁也不准把证据带走。去死吧！你算错了，黄色原件昨晚就已经送到联合审核组，你们今晚抢走的只是登记过的住户复制片，而你强拆、抢夺、放火的全过程，又成了新的证据。彭海生，系统留痕显示，你昨晚试图上传陆家拆除完成的验收申请，可陆家没有签约，没有腾空，院墙还刚被挖掘机撞毁，你怎么解释？各位领导，听我解释，这是误会。黄色原件昨晚已经安全移交，这份住附件险些被烧，院墙也是他当场推倒的，现场录像和所有见证人都在。先核对封条、拍照和系统档案，初步比对，黄色单据编号与总部文件一致，项目印章也吻合，正式鉴定还要按程序进行。如果靶记核验无误，这张住户留存联证明你们第一次入户测量时就知道真实补偿标准，也知道陆家明确拒绝搬迁。领导，今晚这真不是强拆，这是危房排险，我们是为了村民安全。危房排险，验收申请在前，临时排险通知在后，通知上又没有勘查结论和审批编号，
你们究竟是在排险，还是想把假进度变成事实？专项调查会查清楚。领导，这都是彭海生逼我干的，假表是他做的，跟我没关系啊！马有才，你放屁！就是他，他天天带着地痞当众逼我们签字，扣着补偿款不发。村委会助手拿着通知来盖章，张贴的过程我都录下来。从现有材料看，47户每户尚有22万元未到个人账户，共计1034万元。入手一户另有30万元全额领取记录，17个代核户头又申领了510万元。3类异常记录共涉及1574万，但其中哪些只是尚未拨付的差额，哪些已经拨出又被违规转走，必须结合集团拨款、银行流水逐笔核查。这还不包括被隐瞒的安置房和工作岗位。祖宅保住了，接下来谁吞了全村的钱，我就让他一笔一笔吐出来。清河村项目立即停止一切拆除和付款，现有材料移交专项调查组，银行流水、假户身份、笔迹指印和夜间强拆行为全部分项核查，钱要一笔一笔查，责任也要一件一件算，谁都别想靠毁掉一张纸把做过的事儿抹干净。从现在开始，所有原件由调查组保管，任何结论都要经过编号核验、笔迹鉴定和银行流水比对，不能再凭谁嗓门大就算数。纸张编号、公章位置和项目流水号均能对应。它可以证明项目第一次入户测量时执行的就是30万元安置房和工作岗位方案。昨夜初步核出的未付恰额、冒名申领和虚假户头3类异常记录，共涉及1574万元。但这不是说集团已经拨出这么多钱，此前实际拨入项目专户的只有首批1200万元，哪些钱真实支付，哪些只是虚假核算，还要取得银行回单，逐笔穿透。那就一笔也别跳，村民正常拿到的8万元先单列，剩余补偿入手之户的冒名款和17个代核户分别查。17个户头今天公示核验，真实权证人可以带户籍、房契和本人证件来申报，无人申报的再查开户人和实际收款人。死人也领钱，这……陆满仓，陆满仓在不在？陆满仓是我，但我从未在村里单独拥有过名单上那间房，也没有签过这份协议，开过这个领款账户。我不是来申领，而是以被冒别人的身份申请核查。16个名字中，4人在所谓签约日前已经去世，5人早已迁出，名下从未有过名单所列房屋。其余7人的身份信息能对应到本人，但本人均书面否认签约。登记资料里也查不到相关宅基地或房屋。此前村民辨认族谱和旧照片只能提供线索。现在每一类结论都有对应部门的书面来源，16户全部转入虚假占领调查。4个账户由马有才的亲属代办，6个账户预留的是项目部电话，另外7个账户的代办人都与曹金花的拆迁队有关。名单是项目部让我报的，我只是替他们联系村民。开户材料盖着村委会的章，你现在想全推给我？谁提供身份材料，谁审核付款，谁实际收钱，流水会逐一说明。你们互相推诿，改变不了系统留痕。17个所谓房主互不相识，钱却回到同一个账户。这个账户由谁控制？
开户审批人是彭海生，日常付款经办权限，同时登记了马有才。半年前，马有才说要补发老年生活补助，收走过我爸的身份证复印件。我怕材料被挪用，特意在背面写了日期和用途。去调生活补贴材料交接部，谁收走复印件，什么时候归还，都要有记录。我只是把材料转交项目部，怎么用的我不知道。你看，这能怪我？村委会交来的材料都盖着章，我凭什么怀疑？是否伪造指印由鉴定机构判断，你们各自经手了哪一步，也会根据文件源数据、交接记录和系统账号分别认定。登记册上记录着明日前处理陆家祖宅，手机里还有彭海生催促施工的通话记录。我们先提取原始数据，再核对通话双方。我就是收钱干活，命令都是彭海生下的。收钱撞门、伤人毁证也是你自己做的，说出指使者只能说明事实，不能替你免掉责任。手机里还有一段录音，彭海生答应事成后多给我20万元，我怕他赖账，偷偷录下来了。先播放与案件有关的部分，原文件继续封存，不能剪切，也不能私自外传。黄色原件已经送走，咱们拿不回来。可审核组明早一看房子还在，就知道拆除完成全是假的。今晚先把房子推了，再把陆家存存的材料拿走，至少能拿排险时间继续扯，拖住他们查账。路我来堵，排险通知我来贴。可陆家人要是抱着木箱不撒手，你们的人必须先把东西抢出来。录音可以拼接，曹金发为了减轻责任，故意陷害我。是否剪辑会由声纹和文件完整性鉴定确定。目前它只作为调查线索，不会展凭一段录音下结论。你可以继续否认。上传记录、资金权限、施工通话和录音会分别核对，不会让任何一项孤证替事实做主。我当初留下原件，只是怕别人说我们收了钱不认，幸亏及时交给了审核组。谁再抢、再烧，也改不了真实标准。能留下证据，不是因为咱家走运，是因为有人肯把每张回执、每个编号都查到底。银行回件已经到齐，今天顺着协调账户逐笔核对，任何一笔取现、转账和赊销都不能跳过。集团财务、项目系统和原始合同全部配合调取。我只要一件事，每个结论都要有凭有据。集团首批拨入项目专户的是1200万元，其中47户村民实际收到376万元。17个虚假户头对应的510万元，以及陆首一户被冒名倾销的30万元，都转入或回流到同一个项目协调账户。首批款扣村民真实收到的376万元后，还有824万元未正常到户。至于47户剩余的1034万元，集团当时尚未拨出，现已经伪造了全额领取证明，准备借此核销首批款，并继续申请后续拨款。村民手里只有8万元的收款单，
但从彭海生工作电脑提取出的文件中，另有一套全额领取证明。这些材料如何通过审核？哪些钱已经转出？哪些仍被冻结？需要继续逐笔认定。目前可以确认，17个虚假户和陆手艺户580万元曾被列成安置等出提现金协调。首批款的清缴望未拨出的差额只出现在假售和后续拨款申请中，没有进入这个账户。顾总，这都是误会，我根本没拿过这些钱，那个协调账户只是临时过账用的。临时过账，把账目去向放出来，让他们看个清楚。其中200万元转入彭海生实际控制的工程账户，150万元进入马有才家属账户。马有才拿50万元到陆家要求改口的当天，彭海生控制的工程账户也有一笔等额现金支取，时间能够对立，但现金是否同一笔，还要结合取款影像、录音和手写分账记录认定。顾总，这不关我的事儿啊，我只拿了彭海生答应给我的工钱，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村民的补偿款啊。顾总，我也是冤枉的，我只是替信务部做协调工作，我亲戚的账户就是借给他们周转一下，我1分钱都没敢贪啊。拿钱的时候你们一个比一个明白，现在该还钱了，全都跟我装糊涂。还有一个关键缺口，说项目电子大账多次备注凭马主任手写分章核销，但对应的手写账目没有移交，现金最终到了谁手里，这本账最清楚。经办记录显，账一直由马有才保管。马有才，账本在哪儿？什么现金账，根本没有的事儿，大家别听他瞎编。大家伙瞧瞧，顾长川就是想替他爹娘出气。今天只要在这里签过字、领过钱的，他一个都不会放过。那8万块钱我早就给娃交学费花光了，这要是算犯法，我可赔不起啊！都怪老陆家，非要把事情闹大，这不是害我们吗？大家听我的，就说签字时都同意把剩下22万元统一用于安置房和招工，谁也没有被骗。只要大家口径一致，项目就能继续，不然谁都别想再拿1分钱。大家自己看，我们已经核过47户手里的协议，没有一份写着自愿把22万元转作安置招工费用。仅凭正常领取这笔钱，不能说村民参与侵吞，是否承担其他责任，要看各自有没有伪造材料、收钱逼签或者帮助转款。马有才就是想把正常领款和帮他作假混成一件事儿，吓得大家不敢开口。谁知道什么，就把自己看见、签过、拿过的如实说清，责任自然会依法区分。根本。你别再拿同一套话骗大家。上次你就是拿我家还没发的8万元威胁我，叫我把替丈夫补户籍的200元跑腿费说成通融费。那次我已经当众承认撒谎，今天绝不会再替你统一口径。后来你又让我天天去陆家门前闹，说只要把陆家逼走，全村都能早点拿钱。我明知道咒人家儿子不对，还是怕拿不到补偿，昧着良心去了。今天该作证作证，该道歉道歉，该担的责任我不躲。你肯说实话，我谢谢你。但你在我爸妈门口骂过的话、做过的事儿，也不能当做没发生。先把证词说清，之后该道歉、该担责，一样都不能少。我做错的事儿我认，可你们要是还要替马有才瞒下去，丢的就不只是钱，连良心都丢尽了。妈的，老子不当这个冤大头了，我回家拿收据。政务编号07。都听好了，谁在什么时间听谁说了什么，只讲自己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材料真假还要核验，谁也不能为了推卸责任乱作证。这是马有才写给我的纸条，他说不早签就取消我的早签奖励。对，彭海生之前骗我们，让我们在空白纸上按手印，说帮我们领补贴。顾总，我承认我收了曹放涵200块钱，专门负责去堵你们陆家的水井，我不是人。是否构成违法，每个人承担什么责任，要和账目、通话记录、现场证据相互印证后才能确定。一群白眼狼，平时拿老子好处的时候怎么不说？现在看见顾长川有钱，一个个集体翻供，你们要不要脸？够了，被人蒙蔽利用和拿钱砸门伤人不是一回事。你们今天肯拿出证据，说实话，是在弥补过错。
可砸过的门、推伤的人，还有骂过我爹娘的话，不能就这么算了。没有毁坏陆家财物、伤害我家人的，我们陆家不向他索赔。是否涉及其他责任，由调查机关依法认定。砸门毁物的，照价赔偿；动手推人伤人的，承担医药费和相应责任。再当面向我爸妈道歉。至于谁组织逼签，谁伪造材料，谁侵吞补偿款，全部由调查人员依法查清，一个也别想靠推给别人脱身。我陆守义在村里一辈子没占过谁的便宜，门砸了能修，可你们当初指着我儿子咒他早死在外头的时候，这话怎么赔？认不认错？你们自己掂量。这就是全部的账。调查组刚才问起现金核销的存档联，我才想起来，村里的手写报销单按规矩一式2联，原联被马主任拿走了，复写联一直定在年度凭证册里，我以前不敢碰。就是这个，这份材料是在见证下从原始凭证册中提取的，编号和金额初步吻合，笔记、形成时间以及经受人还要送检。不是我写的，一张复写纸能说明什么？正因为你否认，才更要鉴定。原件、复写压痕和历年签字样本都会一起送检。说清楚，17个异常账户的编号和金额与这张复写联完全对应。你们各自都说自己只是听命办事，那就把命令哪来的，钱给了谁说清楚。这都是彭海生逼我干的，假户口名单是他要的，我要是不配合，他就把工厂迁走。我这么做也是想替长河村留住项目啊！马有才，你个贪得无厌的老王八蛋，竟然敢反咬我一口！这是从彭海生办公室保险柜中依法提取的。彭海生供述，他每次把现金交给马有堂，都要求对方留一张收条，防止日后把责任全推给自己。没错，假户名单是马有福找的，现金也是他签收的。要不是你许诺项目落地后再给我好处，我会替你冒这个险。记录本上的车辆、人员和现金支出与部分调度记录能够对应，手机中的原始录音也保留了生成时间和设备信息，所有材料都将进入审计和司法鉴定。现在只做证据固定，不做现场定论。夜里去陆家是彭海生让马有才传的话，我怕他们赖账，才把每次出车和拿钱都记下来的。守义，咱们可是同一个村的乡亲啊！真把我送进去，清河村以后还怎么抬头？你帮我求求情吧！哼，马有才，你带人开着挖掘机逼我卖房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起我是你乡亲？现在要被查了，你倒想起我们是一个村的了？马有才，我爹娘遭过的逼迫，不是你私下塞点钱就能抹掉的。全村被你们侵吞的补偿款，更不能拿一句都是乡亲糊弄过去。带走，分别继续讯问。你们也别得意，这项目的钱你们谁没拿过？大家都拿了，谁也别想跑。大家放心，异常资金会一笔一笔查清，依法追缴。根据现有合同和付款记录，大家正常收到的8万块属于项目首笔款，不是你们参与侵吞的证据。后续怎么结算，集团会逐户出具书面说明。春梅，这是昨天收的钱，我退回来。砸坏的东西我一定照价赔偿。陆叔、陆婶，我对不起你们。我为了早点拿到拆迁款，明知道你们在等长川，还故意咒他死在外面，我真不是人。我愿意赔钱，我也愿意当众给你们赔罪。砸坏了多少，你们就赔多少，一分也别想赖。你们也别冲着我哥现在有钱了才低头。这句对不起，你们该说给被你们堵着门骂了几个月的2个老人听。陆叔，那天是我扔的石头，我糊涂啊。陆婶儿，是我在村口说长川坏话的，我不该为了那点钱昧了良心。往后别再为了自己拿钱就去砸别人的家。谁砸的门，谁就亲手给我修好。什么时候修结实了，什么时候这事儿才算过去。好，等调查组把损失登记完，我马上去买料，一定亲手修好。各位村民，关于本次拆迁项目的资金问题，集团已作出紧急处理。目前，项目协调账户及其关联收款账户已被依法冻结，尚未继续分流的资金全部止饭，已经流出的部分将由办案机关依法追缴。被毁坏的房屋和物品由责任人赔偿，同时集团也会承担管理失察造成的损失。这么说，我们的项目资金能追回来了。顾总，既然资金能追回来，求求您恢复原来的拆迁项目吧。是啊，顾总，求求您了，我们签新协议。签新协议。一会儿把那些旧意向函全部撤下来。
等调查组公布阶段性结论，我会给全村一个明确答复。经审计、笔记鉴定和账户核查，目前已查明清河村项目中存在17个虚假补偿户，除陆守一家外，其余47户村民只收到首笔8万元，项部却伪造了全额收款材料，谎称每户30万元已经结清。团首批拨入的1200万元中，村民真实收到376万元，剩余824万元被转入虚假户头、协调账户，可以清账、安置等名义违规支出。47户尚未收到的1034万元，当时还没有拨出，因此没有落入这些人的手中。但他们已经准备利用假材料继续申请后续款项。鉴定结果显示，陆守义名下的签字和完整右手食指印均非本人所留。调查提取的调度记录、现场证据和原始录音也证实夜间拆除与毁灭住户留存材料有关。马有才、彭海生、曹金新等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相关资金继续追缴。村民提交的财物损失和人身损害也已逐项登记。集团已撤换旧项目组，此后所有合同和确认材料1份3份，由集团、村集体和村民各留1份原件，其他证据原件统一封存。集团和村民代表各留复印件，不再给任何人偷偷改合同换名单的机会。大家收到的8万元原本是30万元补偿中的首笔预付款，可你们手里的旧意向书未经集团确认，并没有成为正式卖房合同。集团会逐户核对搬迁准备、过度支出和实际损失，再签专项和解结算书。在结算完成前，谁也不能拿这8万元威胁村民啊！顾老板，这是我的申请书，我签，不用30万，只要顾老板肯继续收，25万我也卖。对，25万我们也卖，求求顾老板继续收吧。我本来想拿这笔钱让乡亲们住得好一点，结果呢，你们为了这笔钱翻了脸，还差点拆掉我爹娘守了44年的家。我正式宣布，清河村整村收购永久取消，从今天起，一间住宅都不收，一栋祖宅都不拆。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那剩下的补偿款我们找谁要啊？就是啊，加工厂要是也跟着撤走了，我们以后靠什么吃饭？老陆，你们是顾总的亲爹亲娘，帮全村劝劝他吧，不能让工厂也跟着撤走啊！大家静一静，旧意向书全部作废，即刻进入逐户和解结算程序。集团会承担项目管理失察给大家造成的合理损失，但绝不会恢复拆除住宅的方案。陆家被撞坏的园门和前墙由责任人负责修复，集团承担管理失察的赔偿，并监督落实。至于其余47户住宅，也绝不会再被划进项目用地。顾总，那既然不拆房子了，之前发给我们的8万元是不是马上就要退回去？我们现在可没钱啊！先把每户的实际损失和过度支出核对清楚，再依法结算。集团不会趁大家没钱时逼债，更不会拿你们的祖宅抵账。可是顾总，不拆房子，那工厂建在哪里？原方案为了省下购路和建厂的费用，直接把厂区划在住宅区。如果重新选址，前期投入会成倍增加，开工时间也要往后推。长川，看这儿，爸，这是以前村里烧砖走的就是这条旧路，砖窑停了10几年，荒坡一直是村集体的。项目部上报说这里地界有争议，也没有通路，地界10年前就重新确认过，旧路只是被荒草盖住了。马有才带勘察的来过一次，连村里的老智障都没让人看，就说这儿不能用。长川，先把这个被人故意划掉的备选址查清楚，为什么非得推村民的家？房子是住人的，工厂就不能往没人住的地方放吗？爸，您给的不是一块突然冒出来的荒地，是项目部故意没往上报的老资料。明天我让规划、测绘和法务一起核实，只要手续和安全条件能过，
工厂就改到这里。顾总，就土地逃荡地质资料和现场介质已经对应上了。这片砖窑和荒坡全熟清楚，旧运砖路也有历史坐标。完成规划、环保等手续后，面积足够建加工厂和仓库，不占一间住宅，也不用迁走一座祖坟，这是好事儿。怎么沉着张脸？顾总，这里路不通，没电没排水，全部重新铺设的话，成本比原方案高出近1倍，而且项目至少要晚半年才能投产。顾总，为了这几十户村民，多花这么多钱和时间，不划算啊！多等半年，总比推掉几十户人的家强。修路、通电和排水增加的建设成本由集团承担，集体土地如何作价，村集体享有什么收益，另签公开协议，绝不能再让村民替我们的错误掏钱。哥，村民们刚被假合同骗过，现在是惊弓之鸟，光靠你一句口头保证，没人敢信。我明白，那我们就先把新址和规则全部公示。各位乡亲，今天我在这儿立下3条新规矩：第一，厂区只用废砖窑和荒坡，绝不碰大家的住宅和祖坟；第二，愿意应聘进厂的按岗位领工资，有果园的可以自愿保底收购协议，按实际销售量结算。村集体可以依法用荒坡使用权折价入股，所得收益按集体章程公开分配，签不签、参不参与，全凭自愿，谁也不能借项目逼人。说的比唱的好听，什么入股？别是换个说法来骗我们地的吧？就是合同里那些弯绕绕，我们大字不识几个，哪看得懂？大家放心，我已经让法务把合同全部改成人人都能听得懂的大白话。这份合同给大家7天时间拿回家看，有任何一条看不懂、不满意，随时来问我，我当面给大家解释清楚。爸，这条规矩，请您替全村人盯着。以后谁要是想改这条规矩，都得先问过住在这里的人。好，这粉笔，爸替全村人收下了。各位村民，个人参与项目有2种方式，符合条件的可以应聘进厂，按岗位领工资；家里有果园的可以签供货协议，果子按质量结算。2种都参加，只参加1种，或者都不参加，全凭自愿。村里的荒坡属于集体资产，是否折价入股，要另行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产生的集体收益怎么分配，也必须按通过的章程公开执行。顾总，那果子按什么价收？村集体的股份怎么核算？这账本又由谁来管？集团既然要收大家的果子，就绝不关起门来自己压价。果品保顶价分级标准和验收办法，由村民代表和集团一起核算后公示。集体资产折价和分红办法必须经过村民会议表决。所有合同一册3份，相关村民、村集体和集团各留1份。以后合同改动任何一条，都得重新公开、重新签字。说的好听，要是以后厂子赔了，你们是不是还要拿我们的房子抵债？拿笔来，就在合同第1页当场加上一句：不管厂子赔多少钱，都不能拿村民的住宅、宅接地和祖屋抵债。大家还有什么担心的，全部写在这面墙上。不识字的，找工作人员照你们的原话记下来。只要还有一个问题没讲明白，我们项目组就绝不收大家一个手印。顾总，第1次拆迁把大家伤得太深了，要不让您父母出面去劝劝？不用，去把笔收起来。7天考虑期内，愿意提前签的可以签，没想清楚的，谁也不许上门催。登记点一直开到第7天，哪怕最后只有1户愿意参与，我也绝不逼第2户。刘首，您这是？以前我为了快钱，差点拆了别人的家，这一回，我想靠自己这双手，干净的挣口饭吃。长川，
刘婶是登记了，可这账目要是再被作假，咱们找谁哭去？大家的担心我懂，但请相信我，大家放心，从今天起，大家推选2名代表，每周核对支出，账目板就贴在村口，任何人随时能看。超过约定金额的付款，必须由集团财务、村民代表和村集体3方共同签字确认，少一个章都不行。真没碰我的树，宁可多修一段路，也没碰一棵树。数目对得上，签字。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见村里的项目不是官大说了算。我们不要岗位，长川就是想干点活，把之前堵井的事儿给赔罪了。瞎胡闹！去登记处把工钱领了。不，我们是来赎罪的，不能拿钱。该赔的照赔，今天干的活也照样算工钱，一码归一码。我这不养白工。我儿子不是回来撒钱的，他是回来把规矩立正的。顾总，不先修祖宅吗？不修，砸坏门窗的人还没照价赔偿，也没亲手修好，不能让集团替他们出钱。春梅，这是砸坏你家东西的赔偿，1分不少，你点点。每一笔损失我都登记着，别以为工厂重新启动了，这笔账就能勾销。顾总，这旧门太破了，我给换扇新的，保准气派。不行，不能换。满仓就是看到门框上的身高线，才认出这是自己的家。儿子已经回来了，这扇等过他的旧门更不能换。哎，这门框里怎么还刻着个字儿？这是我8岁那年学会写名字后偷偷刻下的。是满仓写的，这是我的满仓啊！找纹理最接近的旧木料，只补坏掉的地方，绝不能把门框上的字刨掉。修缮费用按损失清单登记，该谁赔就由谁赔。长川，不行，谁砸坏的就让谁亲手补，只有让他们亲手补过，他们才记得这扇门为什么不能砸。门修好了，赔偿也结了。你们犯的错，到今天算是认下了。往后，别再逼任何人卖自己的家。春梅可是董事长的亲妹妹，怎么没在管理层里？大家误会了，管理岗位有能者归之，我选了果品验收岗，跟大家一样参加培训。亲人可以靠劳动挣钱，却不能因为姓陆就拿走别人该得的岗位。刘嫂，您家2亩半果园已经登记，量苗面是为了估算年度供货量，不是征地，更不会把您的果园折成股份。俺不识字，这上面写的啥呀？这上面写着，果子按公示的保底价收购，过秤分级都要您在场确认，货款最迟7天结清。集体荒坡的分红是另一笔账，按村民会议通过的章程公示，不能混在您的果园合同里。听明白了，这手印俺按的踏实。陆老哥，让你儿子给俺家娃弄个轻松的岗呗，看大门也行啊。胡闹！以前就是有人背地里动手脚，大家才吃了这么大的亏。现在谁再来走后门，就是把马有发那套东西又搬回来，滚蛋！顾总，这上面写着进了50包水泥，可现场明明只有45包，
怎么少5包？大家别急，我立刻核对，去把运输队的退货单拿来。是运输途中破损退回，账目还没来得及更正，把退货单贴上去，账目立刻改过来。这账是真账，我们信了。第3批数量对了。顾总细皮嫩肉的，能在这儿待多久？等工厂开起来，怕是又要回集团总部享清福喽。就是，别是做做样子，最后把我们丢下不管。乡亲们，大家看这里，这个项目不是发一笔钱就走，集团已经公布长期采购方案，并与自愿供货的果农逐户签约，保底价、质量标准和结算期限都写进合同。工厂需要多少岗位，也会按年度公开招聘。我不会拿一句“只要我在”哄大家，真正能让大家安心的是白纸黑字的合同，是谁也改不了的公开规矩。对，工资按岗位发，果款按销售量结，村集体的荒坡收益单独公示，3本账谁也不能混在一起。好啊，老巷子保住了。大嫂，这是我刚领的市工工资，我以前在你家门口骂过人，堵过门，这300块钱算我另外赔的，你收下吧。刘妹子，调查组已经把责任和赔偿登记清楚，你该退的也退了，该认的也认了。今天这钱是你自己溜汗挣来的，拿回去给孙子买几本好书。以前总觉得顾总要抢我们的地，现在才明白，他是让我们守着家，挣最踏实的钱啊！大家静一静，试运转结束，第1批成品全部合格。我宣布，明天工厂正式投产，已登记的52名村民，一个不少，全部上岗。好，我们做到了。这只是个开始。每一空果子都当场过秤开单，价钱对得上，7天内准时到账。爸，今天工厂正式投产，这厂子是您带着大家守下来的，这牌得您来接。这厂子不是陆家的，也不是谁拿来送人情的，往后是你们替全村盯账，这块牌该由你们接。顾总，追缴结果出来了，彭海生等人侵吞的款项已大部分追回。这是调查人员从项目部上锁的档案柜中查获并登记封存的47把钥匙，经逐户查验，所有住宅均未拆除，现在按原交付记录逐一归还。长川，现在厂子也建起来了，坏人也抓了，你是不是过几天就要回 S 市了？爸妈，我不再把 S 市当成唯一的家了。集团总部的重要事务我会去处理，但往后我的生活和工作重心都放在清河村，陪你们一起住。你去忙工作就去，怎么还把哪天回来写给我们看？44年前那次走散，你们连我去了哪里都不知道。往后我每次出门，都把去处和回来的日子告诉你们。行程有变，也一定先打电话。好，该忙事业就去忙，只要家里知道你平安，爹娘就不怕等。这屋顶加固一下就行，列墙和灶房修好，旧木门，这棵歪脖子槐树，还有门框上的身高线，全部原样保留，不许动。哥，这把钥匙不值钱，可爹娘守着这座房子等了你44年。
你收好了，以后不管走到哪儿，都别忘了自己还有家。哥，你不知道，在你回来以前，每年除夕，娘都会在门口挂一盏红灯笼，再把她守着的那半块锁摆在灯下面。娘说，就怕你哪天摸黑找回来，认不出这是自己的家。摆在灯下。娘，对不起，儿子回来晚了，让您等了44年。傻孩子，那年你才8岁，走散了不是你的错，你能活着回来，娘就什么都不怪了。爹，我现在的名字叫顾长川，也叫了几10年了，我还能把原来的名字写回去吗？顾长川这个名字是养大你的人给的，不能丢。陆满仓是爹娘给你的，也不能丢。明天就是祭祖的日子，到时候爹当着祖宗和全家人的面，把你的2个名字一起写回来。顾家的根都在这上面了。今天该你续写了。你漂泊在外的这44年，今天由爹替你补回来。陆满仓，后名顾长川，归家。满仓，你终于回家了。爹，回来了，终于回来了。瞧瞧，今年我家分红加果钱，足足拿了5万多。以前天天为拆迁吵架，现在在靠着果园和劳动挣钱，踏实。活该，早就该查他们了。这下可好了。娘，留着吧。人都回来了，家里不用再等了。哎，大家往中间靠一靠，看镜头。以后还走吗？要去做事，但不会再走丢了。走得再远，我也知道家门在哪儿。3、2、1，笑一个。